這是73級榜一大哥的車，它是一台1942年生產的威利斯吉普車，這車到現在已經80來年了。他應該是參加過第2賽季，榜一大哥買它的價格都能給咱倆嚇拉了。這車擱大佬那兒都停擺了好多年，現在已經無法的再次啟動，而且車上4個轱辘，3個都轉不動，車身的油漆90%都是這樣一摳就掉。於是我在2024年的冬天對這車進行了全面的拆解。我先是雕起它簡易的外殼，然後滴露出來它的發動機，咱倆就先從發動機給它往後修。用现在的眼光再看这台发动机，它的做工是非常粗糙的，里面的机油缺到黑，也不知道它多久没有更换了。好在这車无法启动，是因为它这個氣門生鏽卡死的原因。它一共有8個，其中6個都是鏽住了。我給這些氣門進行了3次的研磨，直到它們滿足造車的條件，並且在清洗發動機的時候，我還迫不得已的召喚出來我的分身幫忙。就這樣，我倆又給這個發動機裡裡外外都做了徹底的清理。現在這個發動機就算是徹底的滿足造車的條件了。現在咱倆可以給它怎麼拆怎麼裝回去了。這台發動機它就是針對第2賽季而設計的，它這裡面的結構都沒有現在拖拉機的複雜。也正是這個原因，才保證了這台車的可靠性，也直接導致了咱倆修這台發動機就像玩一樣。然後咱倆給這個組裝好的發動機滴漏出去，給它的表面再做個噴砂除鏽，再噴上耐高溫的環氧底漆，就可以噴上原廠一樣的色漆了。最後人就可以把它這個發動機和它的變速箱進行一個合體了。今天它的發動機和變速箱就算是合體完成，用一句古詩來形容就是 YYDS。我把修好的發動機給它放到一邊，咱倆現在來搞一下它這個車架。我為了圖一省事兒，直接給它拉到噴砂廠進行一個全面的噴砂除鏽。這個車架距今80來年，噴砂直接乾到了它鐵的本色，也露出了車架上面的鏽爛。像這種鏽爛的地方，我都是直接嘎掉，再做出相同的造型給它補焊回去，然後又把車架其他鏽爛的地方也都做了修補，再把這個修補好的車架一刻也沒等，直接給它噴上環氧底漆，用來防鏽，再噴上原廠一樣的色漆。至此，這個車架就算是全部的搞完了。我裝上它的前後橋，順手拆開了它的後閘包蓋，我想看一下裡面的情況，結果這裡面的油好像也是80來歲了，它已經沒有潤滑的作用，只剩膠粘了，有點像瀝青。我得去整點汽油給它先清洗一下。好在它的齒輪沒有損壞，磨損間隙也不大，我就給它換了個墊兒，打好密封膠，重新給它裝回去。現在咱倆就可以去解決它4個輪有3個轉不動的毛病了。我拆開車輪的內部，所有關於剎車的關節都鏽死了，是所有。現在我也只能一點點的從頭開始清理。我清洗了全車一共8個軸承，因為這個軸承是錐形的，所以它的磨損量可以忽略不計。只要這些軸承珠子上沒有崩刺兒，它們都可以接着用。但是清洗車輪的內板就沒有那麼好運，陳年的油污加上嚴重的腐朽，用汽油根本清洗不出來，所以咱倆還得給它拆下來，送到噴砂機裡面做個扒皮處理。這是噴砂除鏽後的內板，嘎嘎的乾淨，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上面鏽蝕的痕跡，但這些都可以忽略不計。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它的剎車泵，它一共有4個泵，4個泵全部都鏽完了。現在我也只能想辦法用現在的產物給它替換上。我好歹是找到了這個長短差不多的泵，但是它的支口不一樣，現在也只能把它的剎車內膽重新上機床加大擴口，然後再懟上這個咱倆後配的泵。嚴絲合縫，解決了這個問題，咱倆就可以裝車了。
就它剎車裡面這套結構真的是超級簡單，而且可靠。只要它不再重回第二賽季，就這套玩意兒它還能用80年。裝上了這個轱辘，它這個底盤就算是搞利索了。現在咱倆就可以把這個發動機給它裝回去了。但想讓這個80來歲的老家伙再多跑幾年，咱倆就得給他磨損降下來。对发動機來說，最重要的就在這上超薄又強韌的油膜上面，只要它夠強韌，才能把磨損穩穩的降下來。聽我一句勸，咱倆用點好油不吃虧，不會選油就選磁護，全合成銷量 top。現在這個發動機裝的差不多，咱倆可以嘗試啟動了，祝好運。至此，这台80多年前的发動機終於再次啟動，一把着車，運轉平穩，咱倆真棒。只不過現在的熄火方式有點粗魯，到後續接上全車的線路就好了。咱倆現在就可以去搞一下它的車外殼了。對咱倆來說，修它的發動機、底盤都不怎麼打怵，但修這台車的外殼鈑金真的有點難搞，而且它的大底都是修成了這個樣。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再次動用我的狗伎倆，但我很快的就發現它車殼的油漆雖然都爆了，但是搶起來還是挺費勁的。於是我又迫不得已的再次耍出我的狗伎倆，召喚我的分身出來幫忙。这玩意弄起来老费劲了，而且還搶不徹底，咱倆去給它噴砂得了。他一會兒就是用這個細面砂的給他這個車殼打到鐵的本色，也請你們記住他現在這個腐蝕不堪的樣子。我一共用了是800塊錢，把全車的鐵件徹底的脫漏了一遍，也徹底的露出了全車像這種小的鏽爛，還有像腳踏板這種連成片的大面積鏽爛。但讓我意外的是，它竟然連油箱都鏽爛的這麼徹底。我測量了車身鐵板的厚度，竟然有1.6個厚。我要去整一塊尺寸相同的鐵板，給它按照原來的造型給它修回去。這車呀，它真的是80來歲，一肚子的壞水。它專挑這種有支撐作用的地方給咱倆修爛，現在也只能把這塊修爛的地方給它切掉，再重新想辦法按照原來的造型連絲合縫的給它做一塊回去。
最後人再用砂子給他的焊口的地方打磨平整，這樣就看不出來他的接縫的地方。這活幹的我真棒。然後我又對全车其他鏽爛的地方都進行了点焊補救修復。至此，這個车殼就算是修利索了。然後我還是一刻没等，直接推出去噴上环氧树脂底漆，給它用作第一層防鏽。而且這個漆我噴得特別厚，我希望它還能再扛80年。然後再在它的表面薄薄的給它來上一層人字灰，照照平。保證了车身大面積的平整，就可以進行下一道工序，先送到烤漆房進行原厂1样2號的面漆噴塗。這是它漆面最後的一道工序，給漆面持續的升溫、炙烤、固化，讓它最終成為這種啞光的綠色。它全車大小附件一共小200來個，我也是技巧和耐心，給它們從頭到尾都做了噴砂，再做了噴漆。我提溜起來它的車殼，順手又給它下面噴涂了底台框架。這樣它不僅可以隔音，而且還增加了防鏽。我真心的希望它還能再堅持80年。而且咱這發動機裡還有嘉實多磁護的保護，也更支持它再跑80年。等這一切都安排利索，咱倆就可以給這車進行最後的組裝了。至此，這台1942年生產的威利斯吉普車就算是徹底的修復完成，過程很苦力，什麼吃拉跑焊、吭哧瘪肚我都經歷了，但是成就感滿滿。我也找到了關於這車所有的附件，這是一個黃油箱、鐵線、應急釜，後面這個還的副油箱、備胎、滅火器。現在我就要替你溜一圈這個80多歲的老家伙。
這就是我和1942年威利斯吉普車的故事。謝謝你的幫忙，祝你身體健康，發財。